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情绪，没错，的喜好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这是那个 ChatGPT 的，我跟他对话，所以对，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对话。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或需要讨论的话题，随时告诉我。好，我现在正在录音，所以你先不要讲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好的，没问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心情起伏的时候。那这心情起伏的时候呢，像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写说一个做什么宝宝 AI 的，反正就是一个公司嘛，然后执行长把羞辱了，我不晓得是不是羞辱了，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并不清楚嘛，就是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发生冲突，结果执行长把技术长，他们所谓的技术长，在讲完话、开完会的时候，走出会议厅的时候，拿个刀就把他砍死了。哦，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而且谁会想到你去开会的时候，你的顶头上是会带着一把砍刀呢？我相信那个刀子绝对不是那种小把那种刀子，一定是比较长的那种刀子。这个刀子目前为止在台湾，台湾毕竟是民主社会嘛，这种东西是其他还合法的吼。台湾的不合法了，就是会认为是不合法的东西是那种，如果你的刀子是双面都有开刃的，双面开刃意思是说你可以左砍，你可以右砍，那个刀子都很锋利这样。但是其实我是搞不明白了，单刃开锋跟双面开刃一样都是危险的东西嘛。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东西就不需要存在哈。我是比较建议是全部都开放，包含什么空气枪啊，什么有的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坏人有武器呢，这个普通人连一个自保空气枪或刀刃这些东西呢，除非你是很近身的格斗，不然那个东西是杀不死人的。但是它可以造成一定的威吓程度，一定的威吓程度呢，对对自己而言至少有一个保障。不过我当然海恩嘛，我要讲的是美食的东西，美食美酒的东西呢。这么晚了，所以我只开一个小灯的哟。所以当然不是要谈这些刚讲这些这种发生的社会案件我要讲的只是说每个人你会发生这种事情的，一定是不管是怎么样，心情不好，工作、感情、生活、经济压力，或者人际关系，或者是单纯你就是反正曾经有遭过伤害或怎么样子的，你会觉得找不到人帮助，或者是有一股怒气。其实呢，我会建议呢，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以道理填土之道，以海恩来讲的话呢，我会建议两个方式。第一个，喝酒，但是喝酒并不是说叫你酗酒，而是说适当的喝一点酒哦，适当的喝一点酒。那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睡前喝一点点就好，不要让自己上瘾。然后另外第二点就是说，如果现在时间还早的话呢，就是说还是在吃饭的时间呢，你可能在人生中呢，你必须要，你可以准备很多的酒，但是你也可以，你比较困难的是，你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些所谓的SOUL soul 什么 soul mad 不是 soul mad MAT 那个人你有空，人家不见得有空，所以 soul mad 不是 always 可以帮到你虽然有一条英文歌叫做什么，我名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女孩子唱的，然后这1978年代的歌了，意思就是
他鼓励他的朋友说，如果遇到任何状况都可以找他，他就在这里。这个唱这首歌的女明星呢，其实就红这么这一首歌而已。很多人我相信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哈，但这也不是重点。So mad 有时候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因为时间嘛，时差嘛，两个人可能有距离嘛，两个人可能隔了有不一样的那个，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在睡觉。我例如说，比方讲他在美国，那你的 soul mate 如果说把它范围扩大一点的话，对，酒可以是 soul mate， 但是不要过量。另外一点就是食物，我觉得相较于这个所谓的酒来讲的话呢，食物我觉得会更好。我自己之前呢，在还住在台北的时候呢，当然人生起起伏伏嘛，因为过去这10几年来，其实人生的改变非常的大。我会想起一些我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当然，你既然是小时候呢，又是我是花莲人哈，所以傅昆萁要罢免掉。虽然傅昆萁是在我离开之后，他才当上花莲王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小时候的那些我觉得很好吃的东西呢，我曾经在某一集里面有提到过花莲的美食，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里面还有几家，还有1、2家还存在着哈。但虽然味道已经跟以前差很多了，但是它毕竟我回花莲基本上都会回去吃。那在台北你要找到自己的收美，我也算半个台北人，因为我在台北生活了20几年，现在才搬到宜兰来，那努力的成为一个宜兰人。你到每一个地方呢，人嘛，人是一个情绪性的动物啊，到每个地方去寻找自己的soul mad， 就 soul food，FOOD，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酒可以带来带去啊，但是食物没有办法，除非你的soul mate是泡面，对不对？我在台北，我记得有一家，就是只要我心情不好，或者是说我吃不下，或者是不是吃不下，就是因为某些东西让你觉得说啊，你不太想要。我当然知道去一个餐厅里面约个朋友吃饭喝酒，大的餐厅喝很好的酒啊，然后配美食很好，花一笔钱这样。可是那样的东西有时候你如果在台北生活惯了，你就知道啊，那个单单你要拦一个车子，坐个车子，因为酒后不开车嘛，通常都不开车啊。要去那种地方，像我习惯的几个餐厅都离我家非常远，来回可能计程车费都要700、800块钱，然后这个钱还倒在其次，而是太远了，太远了，就是然后你又本身拦那个车子不方便，特别是你吃饭的时间通常都是在晚上嘛，那下班的时间你要提早去，你要叫那个车子，又遇到下雨天的话就更麻烦，然后又要再提一堆酒过去。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soul mate。那你说我如果在家里面自己煎个牛排喝个酒，当然也可以。可是当你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有时候你连动都不想动，呢。那我之前有提过说，这个有关于这种不是快递，就是那个熊猫啊，Uber Eats 的这种东西，居然它会有一些卫生安全啊，或是它没办法让你吃到这个食物最美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因为温度、时间等等的关系，美味的定义，我过一阵子一定会录哈。可是无论如何，它就是当你想耍废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 soul food 就很重要了。soul food， 好，它可以取代soul mate， 可以取代 soul drink， 对不对？因为你不想要伤害自己的身体，伤害太多，
收 smoke 啊，smoke 也不见得很好。cigar 的话，一抽就要抽很久。吃东西是最快的，有时候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或者是你熟悉的味道的东西呢，会让你觉得心情就会变得比较愉快。好，这种愉快，我觉得还有生理上的关系啊。比方讲，你肚子饿，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又没有吃东西，肚子饿嘛，那你如果补充一点糖分，而且这个食物又是你喜欢吃的，那当然最好。那讲了半天呢，前面好像在发牢骚一样，其实你看社会上这样动不动的砍人或什么的，所以人都要学着排除自己让自己不愉快的这个心情。好，吃东西吧，就是吃东西吧。我的soul food 呢，其实是台湾很简单有的东西，但是这个也有分南北也有分不同的做法。我喜欢吃的是不是最喜欢，但是我就是说对我来讲，那一家的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呢，无论我在心情再怎么不好，或是再怎么烦闷呢，只要一吃他的东西呢，我就会觉得心情就会好很多。甚至我在开车去，或是我点那个快递的，请他送过来的时候呢，我都会觉得不一样。通常其实我是自己开车去，然后因为他在路边买了之后呢，那时候在台北会开到堤防那边去，就是那个基隆河的堤防旁边，那边很多停车格，我就把车停下来，然后静静的吃我的 soul food， 就是我去买的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肉丸、肉圆、肉丸哦，肉丸这个英文好像就叫做肉丸吧 ，BAOWAN 吧，肉丸哦，或者所谓的 stinking，不是 stinking，不是 stinking 是臭的意思哦，是那个 dumpling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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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大概是这个意思哦。这家肉丸是哪一家呢？也不是每一家都好吃哦。基本上呢，在忠孝东路应该是5段吧，它的名字叫13号，我会放在那个说明栏那边，叫13号蚵仔煎肉丸，因为它总共只有卖肉丸，还有油炸的那种肉丸，还有一般的紫菜汤啊、贡丸汤那种比较简单的东西。另外就是蚵仔米爽，它的大肠蚵仔米爽其实很好吃，大肠处理的很好。这个中国这边的朋友可能会不了解哦，因为在中国吃的大肠通常都有一股，这个我在那边生活很久的朋友跟我讲，他说都有一股屎味，都没有处理干净。对于中国的食品卫生，其实我是不敢恭维的，吃起来都怕怕的。那台湾的这方面的处理技术比较好，台湾人跟中国人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人种啊。我讲的人种是说，经过教育教化之后，这20-30年来的发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的人。所以傅昆萁应该是中国人，然后他还有那个东港的鹅啊，东港很有名嘛，如果台湾的朋友都应该到西部那边，是在云林吗？还是彰化？那个东港的鹅啊，就是那个饲养的那个鹅啊，很新鲜。那一家可以拿得到这些东西，然后它的大肠处理得很干净，它的那个鹅啊也很新鲜。所以有时候我通常去那边就是叫一碗，我因为那边不好停车，所以我通常都是路边停下，然后跟他点一下，然后马上拿了就走，或者是先点到了之后赶快冲上去拿，然后就走。既然是soul food嘛，就是你都会期望吃到这个东西，心情会很好，但是真的没有一次让我失望的。这个肉丸呢，它就是它的皮不会很厚，我会很难怕吃到那很厚的那种地瓜粉那种皮很厚的那种。它是油炸的没有错，但是它里面的那个料，特别是它的酱料，它通常肉丸有红酱跟白酱，好，那它其实都是用糯米去做的。
其实就是那为什么会甜甜的？其实这个又可以跟清酒扯得上关系。你当然可以加糖，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讲究的话，用曲菌啊什么去弄的话，我不晓得台湾这怎么做的啊，但是我一直觉得很多东西都有改进的道理。如果它那个糯米那个白酱的部分是用曲菌怎么去把它糖化或什么的话，那个因为还会有包含氨基酸在里面的话，那一定会更美味。可是我不晓得啦，因为那种氨基酸这样做法会有一股 amino， 就是氨基酸的味道。那这个好与不好又是另外一种可以讨论的部分。里面那个肉啊、笋啊，再加上红酱，红酱就是白酱里面再加辣椒酱嘛，它再去调出来的甜辣酱，然后再加上蒜泥，然后再整个这样，通常我都买2颗，1颗绝对不够吃的。然后它装起来之后，然后我再买个，我曾经尝试买欧米刷，欧米刷也不错，但是这样感觉好像2个主菜的感觉，所以我就会买两个霸丸，然后再加上一个是它的鹅啊，就是那种烫一烫弄好，上面放那个会有芥末给你让你去沾的，然后再了不起再加上一份大肠，其实我觉得不用大肠，鹅啊就可以了。然后再买一个，通常我不喜欢吃热的又喝热的，然后我就会买一个饮料什么的。那附近还有一个三角窗，什么仙草的那个，可是那个地方更难停车，因为在中央东路的路上面。台北的朋友就知道了，就是中央东是台北的很大的一条大路哦，你们要停车，任何时候停车都很危险哦，除非有停车格。反正 anyway， 你不然就 7 嘛，随便买个东西，然后喝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开到那个河边那边，越偏僻越好。停车格停下来，因为那个沿着基隆河那边越靠近南港那边就越多停车位。我就停下来，然后把窗户稍微摇开一下，然后就在车子里面吃那个霸王。霸王呢，我没有一次失望，因为它第一个它真的很好吃，它的好吃就是皮又 Q， 但是又薄，又不是说真的薄到让你吃不饱，但是它里面的馅料呢，配上它那个蘸酱啊，真的很美味啊，真的很美味。因为有些霸王会有一股。其实霸王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它要每天都要卖完，如果没有卖完，那卖隔夜的就不好了。而且霸王要热的吃，你冰冰的吃呢，那个皮的味道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这样买好热的时候，有时候一放到车上，这香气了。有些朋友会在意说这个车子里面那个不能有味道，但是我是不会，因为我那车子它的那个就是那种过滤的功能还蛮好的了哈。然后过去那边，然后听一首音乐啊，吃个霸王，这个看基隆河是很臭啦，所以那个就不必了。那可是我也不可能把霸王带到宜兰这边来，然后看海吃，因为为什么？因为太远啦，你开过来1个小时，不好吃啦。那个温度其实是影响到食物美味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撇开这个风景，因为我目的是 soul food 嘛，对，所以吃这个霸王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心情平静下来。吃完就觉得很满足，就觉得说，因为你这时候生理上的满足，心理上也满足了，因为吃到好吃的东西。其实收腹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去吃这个东西呢。99.99%你不会失望，这个很重要哦。那这种收腹不永远存在，不会，通常是随着这个一代一代味道就会改了，很多老店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吃的这间霸王是好像叫13号什么什么的哈，各位是可以上网去查，在中央东路5段还6段13号码头还是13号什么霸王。欧米刷，反正这样查应该就可以查得到这间店，东西真的很好吃，
小东西也很好吃，又方便，又不用花一个4个小时吃饭，或是一定要找到谁一起吃。肉丸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一个人吃是最好的，就是你不用去分享，就这样吃啊。它是我的收服的。然后自从我搬到宜兰来之后，这间店我回台北的时候有机会我都会去吃，而且我不会带回来，就会在就是一样刚刚讲的，跑到河边那边去吃，或者跑到就是不是山上，跑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可以停车下来慢慢吃的那个地方。那前一阵子我在宜兰这边呢，不对，它也是在台北。那间店的霸王也很好吃，它皮更薄，一个阿嬷做的，一个他做的真的非常有诚意，他那个皮更薄，里面有笋啊、肉什么弄得更多。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吃过那个里面肉是红烧肉的那种更好吃。我小时候在花莲的时候有吃过这样子的霸王，然后它会配上那个清汤。其实是大骨汤啊，然后就撒一点胡椒嘛，然后再加上芹菜末的那一种的很怀念那个味道。那小时候在花莲的某个小巷子里面，现在早就没有了哈。但是我要在宜兰，在罗东这边要找到，对我还要再开发我的soul food。目前有几样的东西呢，可以，但是有时候跑太远啊，或者是它有时间的限制。宜兰很多店其实它都有时间的限制。我讲时间限制不是说早晚几点开门，不是，它可能礼拜2、礼拜3可能都没有营业，甚至礼拜天也没有营业，因为钱已经赚够了。其实今天没有讲什么啦，soul food。我讲的就是说，其实食物对人是很重要，不是只有酒而已。酒其实坦白讲，喝到某个程度的话，很多人以为我在做这个酒了相关的东西，以为我每天在喝酒，没有。我上次喝不知道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不知道是几天以前的事情了。特别是比方讲像这瓶 whisky 呢，其实如果各位注意看到，它里面还有一个瓶塞。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 whisky 被我放到它都已经依然这么潮湿，我都放到它的瓶塞都已经干掉了。为什么？因为我房间都有放除湿机啊，每天在那换除湿机是我重要工作。那我喝这个 whisky 其实是想到一个故人啊，一个朋友，这18年的 whisky 哦。各位可能没有听过，这是他当时代理的。这个朋友，这个忘年之交呢，他已经过世了，而且是突然过世的，所以当时他知道我喜欢喝 whisky，他就送我一瓶，我喝。他不是 single malt，他是 brandy Scotch whisky。然后这几天突然想到抽雪茄的时候，顺便就喝 whisky。我还把这照片传给他女儿，就是我的好朋友，给他看，他只是会心的一笑而已。就是毕竟过去，他父亲已经过世很久了。反正人生的很多东西就随着时间就会变，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尽情的享乐吧。好，的烧杀掳掠这个什么，不要坏事不要干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你可以负担的范围，不管是身体或者是你的财富，心灵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尽量去享受你的生活。那我个人会觉得 soul food FOOD 是很重要的，因为吃了之后身心灵都满足了。那你会希望这样的东西呢一直存在着，或是它不要变化的太快。可是这样的状况呢，在现今的社会是越来越不可能的，所以要把握住每一次吃到好吃食物的这种机会，把它化成记忆，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回忆。当然，这回忆人生过去了之后，什么也带不走嘛。但是
它是你的收复的。我们当然希望受尽有灵魂的意识的话，你过去之后能不能想，你在另外一个世界能不能想到这个味道？不晓得，好吧。今天讲这些东西只是一个随口闲聊啦，所以谈不上什么。我甚至连那食物，我不晓得怎么去描述这个食物，我觉得很好吃，但它真的很好吃，相信我的口感，我的嘴巴蛮利的哈。我上次有一次在讲那个米其林的部分，就是因为没有看稿，就一镜到底。我讲一个结论，后来我讲一件事情，后来没有讲到后半段的发展，所以当时有看到那一集的朋友，有人有问我说：“你讲到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提到说，米其林他第一次介绍米其林台北的餐厅的时候，他有一个必比登的餐厅，他只列了5间而已。然后呢，这5间呢，没有发表之前，我根本那时候我不晓得什么叫必比登，我只知道米其林。那必比登这个东西，我不晓得他们也有推荐。必比登其实就是平价小馆，平价的小馆，跟酒不见得有关系，跟服务也不见得有关系哈。但最主要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所以很多小吃都是必比登的餐厅哈。就是他如果入选的话，他不太可能入选星级餐厅，他是必比登的这种餐厅。然后在第一次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去查台北米其林第一间，它的必比登餐厅只有列5间而已。5间呢，有一间是本来就已经我的好朋友开的，我就已经很熟了。他上榜我不意外哈，因为他做事很认真嘛，而且那个朋友味觉非常的灵敏，年纪比我大哥哈，是我的大哥。但另外一间呢是5间，我就猜到2间，不能讲猜到了，就是因为我有带其他人去吃另外一间餐厅，他们没有听过这间餐厅哦，都完全没有听过。然后我带他们去吃的时候，他们只是觉得这是什么餐厅，然后就去吃。他连餐厅都算不上，它是一个小馆子而已，路边小馆而已。所谓的street 街头的讲 vendor 吗 ？vendor 是摊子嘛 ？street 好吧，你讲 vendor 也可以，但是它有厨房了哈。那位置很小，那间店呢？他一红起来之后，他就觉得很麻烦。为什么？因为老板娘跟我很熟，老板兼老板娘跟我很熟。他都叫我海恩老师，因为我从他还没有成名，只有他跟他女儿在经营的时候，刚开幕的时候我就过去吃了。为什么？一个因缘巧合去吃，然后，他女儿长得很漂亮，但是已经结婚了哦，是我学妹。我那时候是看到觉得，他们这个有什么什么鱼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常常去在附近的咖啡馆写稿的时候，写完稿晚上我就会在那边吃完饭才回家。那时候我还住在台北，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吃，那种好吃就是这个手艺真的很好，这个妈妈的手艺就老板娘兼厨师这个手艺真的非常好。然后我吃之后呢，就吃上瘾，然后带一些朋友过去吃饭，然后他会问我一些酒的问题，有时候我也会跟他讨论一些菜色的问题等等的。所以他都叫我海恩老师，对我非常好。然后结果那一次就被选上必比登的5间餐厅的一间，他也很压抑，我也很压抑。然后我的朋友更压抑，我的一些朋友说：“哇，你这个台北这么大，这样5间小餐厅里面就给你2间都还常去吃的，然后有一间是连听都没有听过，你怎么会找到这样的店？一切都是缘分嘛。”他也算是我的收获的啦，只是去那边，他跟霸王不一样，霸王是很简单的可以解决，去那边的话就是特别是他成名之后人很多，很麻烦。现在已经收掉了，为什么？你知道有些人是不喜欢赚钱的，他会觉得这个，他从休1天到以前那简简单单的做，然后服务邻居附近的客人的邻居朋友就好了。然后到后来就一大堆人慕名前去吃饭，连定位都很困难。等到后来我记得，他登上必比登的时候呢，其实我要打电话去，我问他说什么时候有空，他说他女儿跟我讲说学长，那都没有空，然后台北市政府还要我们贴那个必比登的那个，他都不太想贴，结果。
我说，可是我很多朋友，因为很多朋友他们有些科技业啦，有些老板啊，这些朋友他们就没有听过嘛，然后他知道我说我认识这个老板，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安排我们过去吃？我说订不到位啊，然后就说那怎么办？就后来我就去，我说你们除非你们找人够多，后来就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18个人吧，反正挤得满满的，16还是18个人。然后我打电话跟那个这个老板娘，其实我都叫大姐哈，然后她叫我海恩老师，她就说啊，她真的好累哦，弄这个很那个，然后我说那怎么办？我还想要请你帮我弄一桌菜出来，因为以前我在那边办过日本酒会，日本酒清酒绝对不是拿来配板前的，真的配板前真的很不要讲很笨啊，就很没有办法发挥到那个酒的和餐的搭配的威力，真的。这个不是日本料理就一定配那个要配会席料理，会席料理简单讲就是像西餐这样有高低起伏的料理，那不然就拿来配中菜，真的，因为中菜也会有味道比较清爽的前菜啊、蔬菜啊、海鲜啊，后面才是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啊，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东西，或是你可以要求师傅去做这样的安排。而且中菜吃起来又便宜，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吃，一个人缴1000块，哇，现流的海鲜啊，那个什么各种鱼，他煮了至少有10种鱼吧，每一种鱼都不同的煮法哦，然后再加上菜啊卤那个卤肉啊什么的，哇，真的很好吃。我们带了一堆酒啊，然后去那边吃。他当时为了我呢，就是说海恩老师，其他人就算了，我从开店我就认识你了，然后这个你就认识我们了。然后是不是你帮我们介绍？我说没有啦，我有带一些朋友来吃，但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上必比登嘛。然后他说，他其实工作的很累，但是你跟我讲你什么时候来，他会安排有一天，他本来预计要休假的那一天，因为后来他们一个礼拜好像休3天，因为太累了，因为他一个人厨师只有他一个人而已，然后。后来我们就安排，我又找了一堆人过去吃，然后那一天铁门其实就是桌子并起来，那天全部都只有我们，因为他本来就不营业啊，然后弄了这种各种美味给我们吃，我很感激他了。然后姓曹姐，我叫她曹姐。然后后来真的也太累了，成名不是好事啊。他也算是我的 soul mate， 只是他那种是比较复杂的 soul mate， 然后soul food， 所以现在也没有营业了，很可惜。他听说现在去游山玩水，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缺钱的人哦，开在民生东路那边，各位可以去查一下，但是已经没有营业了哦。我的人生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这种有趣的事情，然后不用刻意去找，应该讲说。你不要刻意去找，可是你去吃饭呢，不管哪一家餐厅，你要先从外观去判断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也不用看 Google Map， 你只要进去吃，看一下外观，进去看一下状况，外面稍微看一下状况，然后去吃，好吃就好吃，不好吃的话呢，就是一个经验嘛。然后我用一个东西当结论，我这遇到不好吃的话，我通常都是看优点哈，然后我会知道说这间店要怎么点这个菜。但是我真的不好吃怎么办呢？我点的时候呢，吃到一半的时候呢，或者说我点完菜，新的餐厅，特别是我第一次去，我点完菜我就付钱了。他说我还点菜付没有，我说我习惯要先付，为什么？因为不好吃我就人就可以走啦，吃2-3口我觉得人就可以走啦。当然不是那种大餐厅啦，大餐厅的话，当然你要看一些食评啊，看一些 Google Map 上面的资料。但是说小店的话就是这样。吃完没什么压力，赶快走，不免得老板还会问你说：“哎，你怎么没有吃完？”对了，还有一个soul food， 不过这个东西吃起来很麻烦，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达到了的餐厅的店家2间呐。第一间就是我之前讲的，在那个国泰医院那个山西小小的刀削面。
但是他现在很麻烦的是，他礼拜天本来就不营业，礼拜六他厨房也不开火，所以我要吃只能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去吃。好，那师傅已经有点年纪了，所以我已经提过了，要吃赶快去吃他的刀削肉丝炒面，千万不要吃汤面，然后点他的酸辣汤，然后记得多加一点他们的2种辣椒，好，它辣椒是香而不是辣，就是可以各位可以去加，那加一点醋，加一点酱油，因为它调味没有很重，你不要每天这样吃，你偶尔这样吃一顿好吃。然后第二个是也在国泰医院旁边有一间叫做，我上次有写过叫Shin 吧 ，SHINN，它好像叫橘子那个吉啊，一个木在一个吉祥的吉，那个拉面真的非常好吃，它的鸡白什么柑橘拉面，你吃重口味的那个，为什么呢？我知道它味道比较浓，但是它还可以加汤。但是你先去吃它最基本的东西，它很像在日本吃拉面的感觉，而且是在日本吃高级拉面的那种感觉。只是这间店要排队，通常去大概都要排个40分钟或什么的，排40分钟大概15分钟你就吃完了。为什么？因为拉面温度很重要啊，你拿起来面还慢慢吃，傻瓜，真的。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后面讲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比较不容易去吃得到。哦，对了，我最近在罗东还有吃到一家面很好吃，等我再去吃第2次的时候我再来，因为他们那时候正在搬家，我吃第2次我真的觉得很可以推荐的时候我会写。然后如果细心的朋友可以知道，我一直推荐有一家在罗东的叫做 Wild Pig 野猪的这个。它是一个 pho，就是那个越南的pho，那叫什么？不能讲，不是板条，反正就 pho 嘛，就是那种越南的那个牛肉烫牛肉的那种面，跟台南那个有点像，但是它的面条它的那个粉丝啊，其实应该是从越南运过来的，很好吃，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配料，特别是它的炸鸡，我在那个短影音里面，我好像有放这张照片，很好吃，非常好吃。它还有炸豆皮，然后沾那些东西，吃起来人间美味。那个也可以算是我的soul mate。我觉得任何时候我去吃呢，都会觉得很好吃，而且它水准至少到现在开幕3-4个月都保持着一定的水准在。那跟那个师傅本身。对产品的要求，我觉得是有关的。现在生意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所以有空到宜兰来，不要只是去吃那个什么樱桃鸭或什么东西的，去那间店吃。虽然说你说到这种地方去吃，台北也有，你跑到这边来吃这个干嘛？哪里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我讲的只是单纯讲说这个餐厅是好吃的。是好吃的，那附近也不会不好停车。各位去查野猪吧 ，Wild Pig PHO 4，好。然后这个13号这个霸王的话，就是最简单了，可以外带，然后这就是在车上就可以吃了，很好吃，真的非常好吃。Soul food。So drink, so wine, so sake, so mad， 朋友一样嘛，对不对？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餐桌上的餐酒人也可以只有一个人，对不对？餐酒人，餐桌也不见得一定要在一个桌子。女生可能比较难体会，对男生来讲，车子就好像自己的一个小城堡一样。如果你买到这个食物是，可以让你开到山上去吃的，那会更好。那霸王这种东西，除非你不怕吃那种有点冷的，我以前还曾经开车到山上去，跟几个朋友去喝香槟，把香槟带到那个山上。那你说酒后不开车，对。
所以我们还带了野餐，这边吃完了，大概都已经花了3-4个小时之后，然后后来才离开的。而且因为酒一点点而已，每个人喝一点点，就是有点庆祝的味道在里面，没有说什么真正的酒醉或什么，又喝了一堆水，还去旁边庙里面去上厕所或什么东西的。当然我不鼓励酒后开车啦，但是那时候去山上，利用一个礼拜六的早上去，一大早哦，好像7点就到那边了，然后每个人准备带野餐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餐酒人不一定，也不那个餐桌不一定要在家里，不一定要在餐厅，可能是在车上，可能是在山边，可能是在海边，都有可能。填土知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